今天我狼给大伙儿带来的是传说中的这个龙王战士美版，也就是原版最极限的玩法之一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矮人全程1级武器这个通关。要说句实在话这个很多玩法，你比如说速通摊分，咱们玩法都非常多。那这个玩法呢，就是全程只用1级斧子玩我就感觉这个玩法真的是尼玛醉了操作者呢也是众多大神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这个 CREAM， 这个 CREAMY SIY， 反正咱不知道这个是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这个英文不太好，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意思好，来可以看到上来第一关拿着小木头斧，然后拿着小木盾小圆盾好，我得先看一看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呢要跟大伙讲这个游戏摊分，之前跟我狼跟大伙讲过，摊分的话呢，对吧？用这个用这个小这个用这个小这个法师也不能叫小法师，无论是速通还是摊分法师永远是最强的这个你懂的然后这个摊分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法师，然后有了是6级武器是4级武器我忘了然后呢就可以用那个武器来摊，它可以打多段，然后呢打这个分数呢就是伤害又低，然后分数还高。说打摊分除了正常吃分之外再就是去摊那个最后一关的 BOSS， 对吧？最后一关那个 BOSS 大家伙知道就每次打到一定血就转身，一转身还能再继续打，然后时间还增加，就是它这个游戏的时间还增加，所以说就比较牛逼。好，这里面除了咱们的等级之外还有这个一些很多的这种分你该吃必须得吃，这是摊，对吧？你就是咱说实话，你该升级是吧？得升级，要不然对吧？你说你攻击力没有，然后你再没有血，那可咋整呢？对不对？对是一命好。圆周骑士之前解释过了圆周骑士没有最新作品，对吧？之前都是有什么最新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圆周骑士的那个这个速通什么打宝什么的摊分之类的，但是现在作品比较少这个然后打宝的话呢，有很多小伙伴呢也看不懂。速通的话呢，之前做了也就是没有什么最新的记录就没有什么办法。好了，直接给秒掉了，看不看到这个前面的话其实还好说正常前面还好说，主要是后面的话真的是没招了好了，2级斧头，不要这个玩法看不看见不要，就是干好，那么就是这么个玩法因为如果说武器没有的话，大家伙想如果你没有了武器，这后面你别说打 BOSS， 你就打小兵，你想一想你打小兵，你的这个攻击力都变得非常低对不对？这就非常难受了好，哎呦，这小偷跑还有一定的这个特效这确实是比较屌的样子好，那目前咱们还是要讲一讲吧这种游戏呢，咱说实在话因为你说他又不太了解咱们各位你说要不是讲三国，要不讲西游要不讲水浒什么的，但这种游戏故事背景我个人感觉其实你想它这个名字叫龙王后面咱们还有那个什么游戏叫什么龙与地下城，这种游戏呢不得不说就是横版的闯关游戏，当时呢奠定了这个当时对吧地下城的这个路子，对吧？地下城与勇士 DNF 吗？他就感觉对吧也是这个路子主要这个人呢他有一些的这个除了装备之外可以升级装备还有各种手势其实跟传奇也差不多。你看咱们玩热血传奇，对吧？就是这种 RPG 的这个网游的感觉。那事实上呢，这街机游戏就是很难受，就是你有装备，对吧？你后期那个街机游戏还为了与时俱进，还要跟上这个游戏的卡。比如说你对吧？你像那个《三国战记》的这个3代，还有《西游轱辘传》的2代之类的还有这种插卡玩感觉就挺嘚儿的就觉得，对吧？你明明是个街机，然后你还整，然后下回玩可能还能继承一下，但是事实上觉得就怪怪的对不对好，来看看好，连续的跳，
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个伤害呢，其实前期还扛得住，因为毕竟是前3关嘛啊，前几关，你看，有的时候你看你 A 几下的效果啊，它可能就不一样啊。好，直接砍掉。你是为什么每个龙死掉的时候都是这个贼惨的这个声音啊？这游戏越到后面越难受，尤其是打最后一关的 BOSS 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嘚儿啊！好，就是砍，哎，3级斧子，哎，这3级斧子看起来就像黄金战斧了啊，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啊！好。要说这个矮人也是啊，就感觉有这些族，这个你们看那个《三国志》里面啊，《三国志》记载是有这个叫异人族啊。其实呢，说矮人族也行，因为他就是矮嘛。他有多矮？我跟大家伙讲啊，他有多矮啊？一个就是最矮的，他还有不是一样的矮人族，有2个矮人族。是吧？有一个矮人族呢，是长得大概有70厘米啊，就是它的是70厘米左右。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矮人族是40厘米左右啊。哎，你可想而知啊，你说这个多那个啥吧，多变态吧？你说啊？啊，又是一只大龙，这是多头龙啊。记载《三国志》里面记载最高的一个人啊是这个天降一个奇人，身高大概是3丈多啊，3丈多，大概是核算到现在的度量衡的话，应该是7米多的人啊。你像那个谁，那个2米9几，2米9几，那个叫这个叫乌突骨啊，乌突骨。为啥不要呢？就没有啥为啥呀？这个东西这不右边是不是写着呢吗？矮人1级武器通关，就是他就为啥不要？就跟《三国战记》，他为啥不吃血？他为啥不吃宝？为什么不放宝呢？他是不是不会玩啊？就你这么说，我感觉怪怪的啊，是不是啊？好。这些龙吧，感觉怎么说呢啊？这个有点让我想起那个《死亡之屋2》里面的有一关的 BOSS， 对吧？那个 BOSS 有5头，对吧？5个头，可以把4个头秒了，然后那个头还能跑到那个水沟子里面，然后你追着他开枪，他一张嘴的时候往他嘴里打，就有这种特效的啊。这个月的29号跟30号啊，这个月的29号跟30号是有比赛的。是有这个97比赛啊，到时候不知道灰灰能不能回归。但是今天我刚收到超管的消息啊，29号和30号啊是有这个比赛的，我狼人会解说的啊，兄弟们，没毛病啊。好，你看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他一打呢就能把这个小怪全变成青蛙。哎，这个就设计啊，就非常有意思啊，是吧？就想当年不有一个段子嘛，对吧？不就有一个段子嘛？说有一天啊，这个美女呢去森林，然后呢去森林呢之后呢，就碰见了一个青蛙会说话。这个青蛙说公主啊，说美丽的对吧少女啊，对吧？说美丽的少女啊，你看，其实我是一个王子，我被施了一个法术啊，被施了一个法术，对吧？对吧？你把我拿回家啊！你把我拿回家，然后喂我3天水，每天亲我3下，这样的话，对吧？我就能变成王子，到时候我肯定会报答你，是吧？然后3天之后啊，果然，那每天亲3下，最后呢就变成王子了。但是呢，这个借口啊，就不知道这女孩她妈信不信，反正是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反正。比赛就是月赛啊，就正常的月赛，就跟那个斗鱼的那个月赛是一样的。是说，就跟那个前2天那个新闻似的啊，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说我是来修衣柜的，我不知道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是啊。就我说我是来修衣柜的，你信吗？这都是感觉作为一个老扔，哎，作为一个老扔，都头发都白了啊。感觉打这个射弩箭的这个小狼，看射弩箭小狼 ，A 完之后能打800分，感觉跟刷分一样啊！看没见？好，看起来好像时间快到了的样子。它这个游戏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时间就会这个减少啊吧，时间就会增加。所以说也不要太慌啊，不要太慌。我这一砍直掉毛，这个好进屋吧。进去感觉有点像一个矿工一样啊，但又不是。好的，4级斧子，就是不吃，哎，气不气？好，这社会狼这是啊，小狼把箭射完了之后就跑了啊，太狠了。进屋吧，老姑父那是比我呀啊！不是，如果让咱们去，哎，兄弟们，如果让你们去穿越回这个时代啊，然后呢学一身本领，兄弟们啊，我只是跟你们说一下，学一身本领啊，并且呢，经过你的这个勤学苦练，一定会成功。大概是3年吧啊，这样的话3年之后呢，你可以穿越回来啊，你可以穿越回这个现代。并且可以学到你的技能，在现代学以致用，啊，对吧？你一定要，对吧？学什么样的技能？就按照这个地下城与勇士这种感觉，比如说什么元素法师、战斗法师，对吧？什么漫游啊，什么这个对吧？枪炮师，什么街霸，对吧？就是我不知道大伙懂不懂我说的啊，这是啊，什么魔法师啊，什么战士啊什么的啊，对吧？学阿修罗那不瞎了吗？那不啊，那不能把自己学瞎了呀，是不是？好，昨天那个小崽儿不错，是什么意思？思维控制。那这个不好说呀啊！你看这个伤害啊，伤害确实是，按理说到这儿都应该是4级武器了，但是呢，你懂的啊，拿个1级小斧头就咔咔砍，就好比一个高级玩家啊，一个对吧45级大战士，然后让他拿青铜斧，对吧？让他拿青铜斧跟这帮人对战，按理说他都应该拿屠龙的选手啊，卡卡啊，哇！你那个复活是2个复活，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生老病死的那个复活和那个就是人就已经整碎乎的复活是2回事儿，那种战斗复活术，而不是说，对吧？而不是说那种那个人死了，对吧？你给他复活了啊，就是那种什么病死了，或者说是，对吧？这2码事儿啊。啊，沙罗曼史的 Q 版那个 ，so this guy 啊，懂了，悟了啊！我炼狱爆了。小的时候我记得先是一手那个，对吧？什么青铜斧就已经不错了，然后有青铜斧，还有那个什么啊，再往上的斧头应该是修罗啊，那个罗刹就不算了啊，因为罗刹是属于那种低攻的啊，就攻击15-0那种。啊，低攻的，然后拿着是罗刹，再就是修罗，对吧？修罗就是20级的0-20的斧子，再往上的斧子是炼狱，啊，炼狱是26级的斧子，再往上好像就没有斧子了啊，炼狱往上那就是井中月啊，什么怒斩啊，什么，对吧？什么屠龙的了啊，裁决然后屠龙了，啊，斧子的话炼狱应该就到头了啊，兄弟们啊。咱们只谈斧子啊，不谈别的啊。好，并
病了锤死，然后复活病也没了，那不能算啊！你这个不能卡 bug， 你不能卡现实当中的 bug。就好比这个人已经胳膊都掉了，你给他复活，他也是胳膊掉了。这个人马上就要病死了，一下锤死给他复活，他会复活到你被你锤死之前的状态，明白吧？哎，你别闹啊！你病这个事儿是扯犊子的啊！好比就这个人瞎了，对吧？你给他复活了，他也是瞎子，好吧？你得整清楚这个事儿啊！你别弄混了啊！科普一些底功呗，底功就是说，你要是幸运加9的话，对吧？你幸运加9的话，那就是都是你的最高攻击。比如说你是拿一个炼狱，你炼狱是0-30啊，对吧？那么加上你原始的初级攻击，再加上你的什么武器啊、项链啊，对吧？项链是运2的或者运3的，然后武器是运6或者运7的嘛，对吧？主要是运9以上，这样的话呢，你就牛逼了，对吧？你把攻击都是你的最高攻击，那底功就很简单了，对吧？底功的话，把攻击都是你最低攻击了。只要你把你的武器干到诅咒加10，对吧？你只要把你武器干到诅咒加10，祖10了，这样的话你咔咔砍死人，你就对吧？每砍人1刀，对吧？它就是这个最低的攻击。但是你像你比如说罗刹，对吧？它就是15-0，对吧？如果你要再整点什么低攻的这个装备，有的服里有啊，就比如说攻击，人家攻击比如说都是什么0-5，什么2-7，对吧？你这个攻击是啥呢？是4-2，什么4-0什么的，啊，懂什么意思吧？就是反而是上限高啊，这个啊，好，这个攻击力确实太低了啊，打一个歌利亚要打半天。今天还有拳皇的节目吗？今天没有拳皇比赛啊，还是希望有比赛啊。这一阵儿吧，因为灰他也没支棱起来啊，可能是有点事儿。然后呢，再加上其他人呢，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大型比赛啊。这个每次一到月底呢，你就会发现有的人播够了，比如说像老 K 啥的，然后没有灰 K， 对吧？有可能就没有什么好的比赛啊，大家伙能理解吧？啊。没有爆别人装备这个事儿是没有说的啊，他这个所谓的诅咒和幸运的这个设定，就是为了打你的攻击。这个这么跟你说吧，对吧？没有幸运和对吧？和幸运8，没有幸运和幸运8，然后呢和诅咒1到诅咒9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只有2种，对吧？只有2种牛逼状态，一种就是诅咒加10，一种是幸运加9，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小兵也是圆月弯刀啊，也是那个刀盾兵，卡卡的啊。很多人说，那幸运加8肯定比幸运加0好，比幸运加3好，没有用的啊！你就是，当然咱们一切的基础都是原版。你比如说有的符它给改了，比如说有的什么符呢，像那个有的什么神图什么的，对吧？它给改了，说你要是幸运加8的话，可能也有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呢，如果按原版 1.76 版本的话啊，这基本上是没有的，包括180没有的啊。是吧？但凡说有用的，那不是你被人忽悠了，就是心理作用，或者说你玩了一些改版，或者说你玩了改版。你如果玩以前的传奇，无论是官方还是仿官方啊，就是早期的这个游戏，它绝对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啊。只有运9和祖10，再就是正常的。好。再拿1级武器砍啊，感觉真是，你看打小兵都挺磨叽了，看不看见？好，拉住后可以第一时间防御啊。这战士在这一点比较好，因为他攻击距离还是太短了。你像选那个法师就比较牛逼。很多人说最难的角色是哪个？好像是那个弓手啊，就那个精灵，好像精灵说是最难的，因为他不像法师那么厉害啊。
嘟，直接吃满。来，大蜘蛛。啊，一顿砍。其实这个蜘蛛它只要掉下来，你砍哪个都一样啊，对吧？你只要砍哪个都一样。啊，其实感觉这个跳位有的时候很多人说是随机的，但是其实不是啊，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走位来勾引它在哪儿，然后呢跳起来这么连着打，看没看见？正常这个蜘蛛这么打的话，其实它玩的很不错，这么打的话可能早就死了啊。这1级斧子是真的。而尤其是你拿1级斧子，然后如果你砍最后的那个大龙，我靠，啊，感觉跟挠痒痒是一样的啊！好，直接打爆。其实你打的是哪一只都不重要，只要血量没了啊，他们全死啊！就是这个设定啊，就是这么个路子。好，哎，5级斧子，这是白银战斧啊，这有点像炼狱了，看没看见？这斧子看起来都比较长，但是不吃，哎。啊，鬼哥来了，一手坠卡，妄图想要那个啊，妄图想要坠我一手卡。其实录像很好分别啊。就是如果你在满屏幕看不见上面写着录像2个字，比如说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右上角就这儿啊，就这儿，这按理说这就写着的啊。他不写录像，你还问是不是的，那就纯属是对吧？为了恶心对吧？为了恶心我狼啊，为了损一下我，那都没写。你正常录像就是写着的啊。然后再就是看时间啊，比如说你看2021年11月24号。那这也那我大早上起来录像，然后现在再放给你们也确实是有点操作的啊，这个操作你懂的啊。好，直接吃掉。感觉哎，你看这后面这些弓手的装备看起来非常帅。但是帅顶个屁用啊，对吧？防御力跟0一样，一斧一个啊。也不是看人，就是经过有一些，比如说解说拳皇的那个，确实挺嘚儿的了啊。啊，文哥，哇，文哥直接开了一手那个什么，开了一手钻粉啊。狼，我不信你30厘米，我。信不信由你，哎，看见一个小孩的手臂有多长吗？那钻粉出体验，这个钻粉在我的弹幕助手里设计的特别好，真的啊。这钻粉，哎，马上上3千了，哎，还剩360，还剩6张办卡，说白了就是啊，嘿嘿的，比来的啊。现在有这个钻粉挑战赛是吗？就是咱看不懂这个到底反正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鬼哥，不是是6手办卡，我说少了，我应该说66张办卡，哎呀，真是，哎呀，我这个真是啊，我这一点都不贪，你说那个主要是人头不够，兄弟们啊，哎，主要是人头不够，哎。这游戏第3次就有1币法师通关了，那你是真是游戏天才。这个游戏我说句实话，你让我玩300次，我都未必能1币通关。相信我，我不吹牛逼的啊，或者说我并不是为了抬高你而损我自己，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天赋。你让我玩金乐团，我还将巴能算是一个民间高手啊，但是确实太那啥了啊。对呀，人头凑上啊，真是我应该说6个火箭。真是，哎呀，这个人啊，真是哎呀！要不说你看我多实在啊，就我狼掐饭都掐的这么实在，对吧？出来掐饭要一个面包就有一个面包，你往顶上抹点那个什么，对吧？什么奶油吐司我都不要，
这游戏打歪轴不是啊？你看这个 boss 是打歪轴，对吧？除了这个 boss， 当然还有是所谓的最后一关那个 boss 啊，你只要会打了还好点。它难点是在哪儿呢？有一些什么幻影 boss， 对吧？有一些就是你不太会打的 boss， 对吧？你像这个 boss， 你说通过自己的歪轴走位可以打，但是其他的我就打不了了，对吧？还有什么双 boss 呀之类的啊。当当当当当当，好，这是盾。哎，这突然变成铂金盾了啊！一手铂金盾牌。哦，好，这是冰属性。哎，还能哎，你看。一个宝石，瞬间还能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弓箭也给那个冰冻了啊！这个设定是贪分必选，兄弟们啊，贪分必用。好，利用那个猎豹啊，火爆的那个时间。这个就好比很多小伙伴跟他说：“哎呀，简单。”那我问一语惊声，一语惊声跟空白问我说《三国战记》难不难？他说简单。哎呀，我就单秒速通嘛，干就完了啊，对吧？你打曹操不就一直对吧？你先那个前锁挥空，然后1、2、3前锁1、2、3转往上侧一点1、2、3、4狂风式，就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吗？来，我教你来。然后教了大概能有1个小时，说你自生自灭吧，我教不了你。像你这种智商啊！真事儿也不知道你小学老师怎么教你的，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反正是这个意思啊。就好比刚才有人问我，小狼纪念团那个面条怎么玩？我说简单，首先你摁住了，等它要松开的时候你松开就完事了啊。这尼玛，这谁 hold 得住？你问灰灰，你说灰灰啊玩97简单吗？灰灰说简单，那千鹤下重手助词，下扣原地跳 C 重腿助词，前下轻手助词，下重手破防助词下扣。前的 CD 重腿下轻手，原地起跳空防落地下重手助词下扣，喂，对吧？说的可简单了啊！然后一旦你一玩，你就会觉得发生什么事了啊？对吧？都是这样的。你问那个夺冠那个 EDG 啊，你问他们那个英雄联盟简不简单？他说简单啊，可简单了啊。那没办法，这人和人都不一样啊，这玩意有天赋啊！我玩闯关游戏是真一点天赋没有。我只能说，我这个人呢，谈不上多精明，我只能谈到我并不是大傻逼就完事儿了，只能说是一个就往牛逼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小傻子，啊，只能说不是大傻逼，但是小傻是肯定的，对吧？也就是简单啊，这个游戏是真有天赋。很多人问我，对吧？就无论是做什么，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我想说都重要。但如果非要问我哪个最重要的话，我想说天赋最重要。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小狼，你这么说，你一点都不励志啊！你这么说，你负能量啊！那意思我没有天赋，我就是喜欢，我就整不了了呗？能整，但是呢，我意思咱们得吃饭嘛，咱得生活呀，对吧？啊，比如说你说潘老师，他对吧？他不去演小品，他不去卖酒，你让他就说我就喜欢打篮球，我就是喜欢打篮球，咋整吧？你说啊，你还别不信，对吧？你让我扔篮球，我这真能扔进去啊！对吧？对吧？就是，但是我为什么我扔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一个大高个，我刚扔出来，啪一个帽就给我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对吧？你这没办法啊，是吧？这咱也不是说非得说做一些极端的事儿啊。你比如说，哎，一说小狼你这么说太极端了啊，怎么的？那就是，那确实是啊，对吧？你比如说，很多人玩这个王者荣耀吧，啊，说王者荣耀，啊，我觉得我玩的也不错，我感觉行，我就是差点运气，有的时候队友不太猛，对吧？然后对吧？你让我去打2400分以上的那个，对吧？那个巅峰赛，我估计我也行。我看那些主播玩的也就一般化，哎，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能上到2400，但是我确实是能在2400里边。你让我玩试试，我肯定能玩。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都是1000，对吧？1500，啊，我就上不去，对吧？那没办法，你这个东西，那就是这个事儿啊。
啊，比如说觉得自己呀玩的不错，能上个王者，就去飘了啊。我应该是有国服技术的啊，我国服韩信啊，但是为什么我就上不去啊？我觉得我们队就真的太背了，每次我的队友配合都不好啊。哎，这个啊，好，就这个幻影，感觉我就懵了哈，这个幻影。好，你看他该防御的时候防的是真挺好啊。哎，这个你看啊，你说了打多了都会的。这么跟你说吧，就现在就让你背那个唐诗，对吧？有的人你还真别说，他真有天赋，他看一遍就会了。饶不起，咱不说这种天才，咱就说有天赋的人啊，就是这个，就比如说唐诗宋词吧，对吧？咱谈不上过目不忘，他看一看，读2遍3遍的人就能背下来。哎，人就能背下来，对吧？你比如说，哎呀，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啊！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是，人家咔咔就给你背，对吧？到有的小伙伴啊，你让他背一晚上，第2天早上就忘了，就这，那你对吧？你比如说啊，对吧？那他没办法，这个东西。是吧？有的时候这没法说这个事儿啊。咱比如说你认为简单，有的人就不这么认为，有的人就不这么认为啊。这确实是难啊，啊，这没办法，这个啊。好，联赛 A 啊。不是1级武器摊分，就是1级武器玩，跟摊分没关系。摊分得玩魔法师啊，摊分记录还是那个龙王爱好者的，他必须要玩魔法师的，因为魔法师摊分才是牛逼，因为他打的那个点是多段的点啊，尤其是在最后一关的 BOSS 能摊好多分，你懂吧啊？好，6级斧子都吃不了。好，哎，佳琪哥一手飞机，尽管啊，按理说我早应该到3星了，啊，这个但是呢人头没够啊，所以说这个无所谓，反正大家伙心里有数啊。我狼这个嘿嘿来了啊，再有一个人头就3星了，兄弟们啊，再有一个人头就3星了啊。牡丹江现在是不是严打了？牡丹江早就严打了，都2、3年了都啊。好，没事，被抓没事啊，被抓第一时间可以挣脱开的啊。好，3分了，3分了，3星了啊，3星了，哎，3星挨那靠了啊。然后那个还差13个人头啊，还差13个人头，这个人长得一不要脸起来是真尼玛不要脸啊！我操！还差3个人头，还差13个人头啊！那真的对吧？人对吧？树没有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对吧？天下无敌，对不对？一首明示饮啊！当然要谈起来天赋，其实绘画吧，兄弟们，绘画啊，其实我个人啊，我是觉得我挺想当一个漫画家的。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是我除了会画老丁头什么都不会，我对画画没有兴趣。但是你知道漫画啊，就因为我喜欢讲故事，对吧？很多人说你写小说呀，我文字功底也还太差。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画漫画的话啊，它就没有限制了。比如说你要拍戏，你还得找合适的演员，这个演员要有演技，但是漫画肯定就没有，对吧？无论你的画风怎么样，对吧？无论你画的人，对吧？这个可能。是吧？但是确实有一定的这个路子啊，对吧？你就可能会把你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就比如说你现在想找个小演员给你演一个小学生，演一个那个青春期的这个，对吧？这个初中生或者说是对吧高中生，你得找专业的演员，要不演不好。但是你画就没问题，对吧？而且呢，当然呢，这个漫画呢，一个表情它就可以把这个表情给刻画出来，这又不是连贯的啊。
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天赋吧。再就是像音乐，对吧？像音乐，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唱歌，他天生音域就非常宽，是吧？他就是一个可塑之才。但是呢，比如说有的人天生嗓子不好，公鸭嗓，然后呢，他非得唱那个高歌啊，那是吧也不太好。努力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努力的方向啊，还有这个对吧，也有天赋加持啊，稍微好点。但是我的想法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对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就是我有一个大爷啊，就是邻居，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住我家后面，因为小时候都住平房嘛，然后我们家后面有个魏大爷，这个魏大爷呢。没有工作啊，就是没有那种我们当时就是咱们父辈啊，父母辈那时候60几年出生的啊，比如我父亲是60年出生的，我那大爷应该是59年，就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年岁呢，就可能找一个稳定的这个，现在也很多人也喜欢说什么事业编啊，什么公务员的，他呢就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工厂，我们那儿呢都是要不就有种地的，要不然就干活的，对吧？是吧？就是当那种临时的那种伐木工人，是吧？因为我们是林业局嘛。他呢就没什么钱啊，但是呢他有手艺，他画画特别好，他画画好，而且还有什么好呢？他可以捏那个小面人儿，就把那个面啊做成里面放上糖，做成这种防腐效果还不错啊，这种小面人儿啊可以吃，然后捏出来还挺好看啊，做小面人啊，什么整个小动物啊捏出来一个，然后画画也好，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对吧？拿个签子，然后整个糖就可以跟糖用那个糖去画画，用这个就是焦糖去画画，然后糖葫芦也能给你整出的花里胡哨的，然后就拿这玩意儿卖钱。虽然说赚的不是很多啊，那个时代这也是手艺人啊，兄弟们。我说句实话，那个大爷现在是真的，那个大爷可惜了，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脑梗，而且挺重的啊，就是语言已经退化了，就不认，而且还不认人，就是哎你是谁来着？你是那个，你是朱军儿，不是老毕？你是毕老师吧？啊，就那种感觉啊，就不认识了，不认人，说话语言系统就被那个脑神经可能就压迫了啊。但是呢，他这个手艺在不在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呢？就如果他赶上直播这个时代，他就现场直播，他就做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是亲眼见过，做的是真好，对吧？捏小人啊，就真的很漂亮。他如果赶上直播的时代，每天就去捏小人啊，画画谈不上啊，那肯定因为画画的意境太高了。但是他贴近生活的一些画，或者捏小面人、小糖人，我觉得一定，对吧？做短视频一定会很好的，真的啊。好。没办法，这1级武器就是这么面呀，兄弟们，对吧？这还好，还让你吃这个盾呢，对不对？哎，这个宝箱太狠了啊！好，其实我跟你说啊，像河池啊、广晓啊，这都是强天赋的人啊，强天赋的人。上天是赏给他们这口饭吃的啊，兄弟们啊！那小的时候，很多老师也好，还有很多的家长都说玩游戏没有未来。我不得不承认啊，就我现在我也认为当时的老师和当时的家长是对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绝大多数的家长按理说他是没有办法赌的啊，他就算你有天赋，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好好学习，对吧？学习这个知识，对吧？你任何的热爱，任何的爱好都离不开知识的。就算你再热爱，你没有知识去支撑，那么你一定会最终还是不行的，是吧？所以说学习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是恰巧呢，现在你看到河池啊、广州小孩啊，甚至那个什么，比如说现在咱举个例子，就赶上直播时代的红利，像比如说像这个谁，像这个比如说是 PDD 啊，他应该叫刘某是吧？是吧？啊，还有挺多人吧，这就是玩游戏玩得好，然后人也确实是赚到钱了啊，在当时的社会之下赚到钱了，而且呢有粉丝支持啊，这吧？按理说这应该是成功的，对吧？
但是这只是个例啊，这只是个例，所以我还是觉得呢，就是当时父母不理解，对吧？你看我狼现在吃这口饭，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呢还行啊，还行。那你说我是不是觉得当时我爸妈和老师是错的呢？但是事实上我能理解啊，他们没有错啊，对吧？而且呢，这个我们儿童吧，其实也没有错，因为小的时候爱玩，这种诱惑吧，哪个孩子也经不住。但是在玩的同时，为什么他管你？其实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的学习成绩谈不上啊，就是我的家庭一般都是其实还是比较和谐的，我父母都是比较理解我的。要不是因为我学习成绩特别的差，他们是应该不会管我玩的。咱就不说我天天考全班第几名，就哪怕我是在班级中上等啊，不是那么差，对吧？比如说一共40个人，我能排到第18、19名，哎，16、17名，你随便玩，说句实在话，对吧？你随便玩，但是呢，恰巧呢，我就是名列最后的，那是不是跟这个玩游戏有关呢？所以说，我觉得吧，当时父母和老师啊鞭策我是对的啊，但是呢，无论他怎么编，到最后我也是被编了，没编明白。我最好的成绩是考了全班第3啊，小学的时候。最弱的成绩呢是初中的时候考了全班倒数第2。这都是故事啊，这都是啊。这房间号这么霸气，这个号可不是买的啊，这号是初始的。这个号牛逼在哪儿呢？就是其他人的直播间都是写着97，后面写一个靓号，哎，但是我后面不写，哎，这个就比较赖了。其他人的直播间都是官方说你来了，比如说什么5个8，什么9668，什么998的啊什么的啊，哎，我这个号不写靓号，它不是官方说因为你来了我送给你，你再大牌啊没有啊。其实我现在直播间牌面除了各位老板送礼物捧我，每天帮我冲个3星4星的，再就是这个房间号了。这个房间号真的也就是没啥用处啊，兄弟们，这都是浮云，真的这都是浮云啊。有的大主播其实不需要什么房间号的，你关注了就好，对吧？你来斗鱼了，直接就首页就是你，是吧？还用房间号吗？这又不是像以前那个 QQ 号或者电话号码138扒了你，是吧之类的，你这对吧？你就是这个路子啊，兄弟们能理解吧？啊，没考过第1。我小的时候第1是只有那个文艺科获得过第1，就是音乐。想当年是因为吧这个学习还好，对吧？都是考试嘛，对吧？都是这种写卷儿。但是有一个考试它不是，就是音乐。音乐考试呢，最简单的就是让你唱歌咯，对吧？我在初中的时候让唱歌，然后老师有一个诺夫条款，就是说你们可以合唱，对吧？你们可以组一个团儿。你们2、3个人可以组一个团，或者5个人也可以。然后呢，你们5个一起合唱，比如说，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比如说这种啊，对吧？你们可以大合唱嘛，或者唱一些什么的。但是呢，我当时呢，我就没找他们，我就自己唱的歌。我唱的好像是我的中国心，还不是唱的什么。然后老师呢就给我打了一个全班最高分的98分，剩下2分不给我，怕我骄傲啊。反正总体来讲呢，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啊，其他人，组团的都是95分、93分，到我这98分，全班最高分。因为老师说我有天赋啊。但是呢，虽然说我没有走到这个歌唱家这条路，哪怕是一个业余的歌手这条路，但是我狼呢从小就被人叫成歌圣啊，这是肯定是有老师的鼓励的。同时啊，我唱歌虽然说谈不上多好听，但是声音可以。对吧？我狼最后也是靠声音吃饭的，哎，你看怎么说啊？刚才我们的中山武王一顿抽，好像被黑房了，被黑房冲印了。然后我们柱哥也被黑房冲印了啊！虽然说，难道是一发入魂？难道是一发入魂？从小被割肾，哎，你看这个就比较难了啊，兄弟们，这个确实比较难了。好了，连续的血杀。其实我在想，你往死能不能先干死一个？真尼玛真是啊！
低调了狼，我没低调。然后你看我上那个，但是我这个人特别有组织力，就我这人凝聚力特别好。当然呢，并不是唯心主义啊，就是我会发现我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些友情，基本上都是我去哪儿了，他们时间长了就会聚过来，就会再来我这儿。当然呢，人生对吧？这个现在又马上快要到不惑之年了，是吧？再过个对吧5年左右，我就要这个不惑了啊，就不让霍霍了，对吧？啊，对吧？也经历了人间冷暖，但是呢，你想一想，对吧？你想一想，那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啊？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比如说我上那个中专啊，对吧？这个老师就让我去当班长。我上职业高中让我当班长，我上大学我又是班长，啊，我都不知道我一个学习成绩这么差的啊。但是呢，还是很疼。不光说是那个老师，还是上大学的导员，还是系的领导，还是同学，都挺拥戴我的，因为我这人缘比较好啊。虽然说有的时候这个脾气挺酸的啊，就觉得这个，但是呢，还是认可我的人品。那确实，当班长为了同学着想啊，确实是啊，你能晓得吧？啊，好，这个咋防御的？拉后就防御了，就是你背对着他，他要攻击你，他会自动防御的啊。是这个设定的。好。这个时间快都不够了，但是血量还能再血杀一次的啊。但是说是不够，不过这个时间很慢，也就是说，其实按理说是够用的啊。这哥们儿老防御啊。好，没有血了，想雷都雷不了，你给他勾引出来。好，再 A 2下。好，直接干飞，这个确实有难度啊，确实有难度啊。啊，7级斧子啊，7级斧子。好，先把这些小妖精打了，这些小妖精全是靶子啊，这都是妖精的幼崽啊，感觉他妈欺负老实人啊，对不对？这个老头进武器算最难的，所以说我拿出来解说了啊。说句实在话，确实是啊，挺难的啊。拉住后就格挡了，刚才说了啊，其实我昨天就看到了。昨天我解说龙王的时候就看到了，因为这个虽然说难啊，但是你战士他近战攻击他就是有这个设定，但是我感觉人物贼重复啊，就感觉真挺重复的。你像好多人都是近战砍然后加盾，近战砍然后加盾，感觉设计起来非常的讨厌啊。还有那个牧师也是啊，龙少是刚来啊，哎，叫龙少是真不好听，还是叫傻哥啊？还得叫傻哥啊，龙少，这你这有点不给面子啊！好，这是个小法啊，里面那个是大法，外面那是小法。好，杜无。这个法师虽然说会飞雷神，但是啥也不是，不会做标记，哎，面啊！不是号称最弱的是那个弓箭手吗？就是正常玩的话啊，就不进的话啊，因为弓箭手攻击力低是吧？啊，
好，你看这个大魔导师，他居然哇，他居然戴满手都是戒指，我真是啊！啊，这个也可以防啊！咚咚咚咚咚咚，这是真大魔导师，这个是啊。啊。好，一手自爆。那这我感觉能防这招是真尼玛赖，真的啊！好，我们的巨型个子一手许愿种啊。这个许愿种是干啥用的？是种，可以种东西是吗？好，看起来啊，这个对这个法师输出还好点，因为这个法师呢，虽然说一顿飞一顿走，但是呢，这个法师他不会防，对吧？他不会防。好，我直接，我操，这招帅哥啊，有一种 DNA 的感觉。好。哇，这是开大了，这是啊！这个我感觉像不像那个 The House of 哎，就那个死亡之屋2，死亡之屋2里面最后那个 BOSS， 然后变身的时候然后浑身那个球哇唰唰唰，就这个啊，就这样啊！动动动动动。好，这确实是啊，说句实话，有点难啊，估计还得再砍个3、5下。害啊！死亡之屋我解说过呀，解说过很多的啊。甚至连那个文哥，对吧？连文哥其实他也有那个死亡之屋的录像，但是呢，由于可能这个音乐有点问题啊，最后就没说上啊。好，这墩儿，这个墩儿太狠了啊！噔噔，啊，自己看还行，不是。如果要是真的正常打，就其实我个人感觉无所谓，只要没解说过，大家伙都没看过。其实主要还是什么呢？就是剧情解说嘛，主要讲解剧情啊。好，你看这斧子砍这些小兵砍半年，我操！这让我想起来，想当年，哎，让我感觉到了什么？7级法师，对吧？7级法师，然后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火球术。对吧？用火球术去打祖玛，哎，7级法师火球术打祖玛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所以说刮痧就特别难啊。虽然说时间按理说还是够用的，它这个玩法时间是够用的啊。怎么说呢？因为每到一个新的地图或者打 BOSS 啊，对吧？甚至是 BOSS 某种形态都可以连续的变那个什么啊。
好，这条龙其实打过好几次啊，这条龙啊。对，录制的音频如果没有问题，那肯定就可以了啊。主要是录制的音频有点难受啊。哎，兄弟们，我问个事儿啊，问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就是如果说现在就是这个龙，这个要是复活的话啊，如果真有这个龙的话。对吧？你们支持科学家把它从比如说远古当中的 DNA， 对吧？编辑出来，然后再通过就是反向克隆技术，然后对吧？你支持吗？就整出来之后，虽然说没啥用，就目前来讲好像是没啥用的感觉啊，但是呢，就整出来就被关上，对吧？看看那时候的恐龙到底是什么样，对不对？主要看好不好吃，想要驯服这个龙也是挺难的。你说就是在那个远古的那个岩石当中找到了一个恐龙蛋啊，恐龙蛋，然后呢，这个恐龙蛋呢被保存的非常完好啊，咱也不知道是温度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虽然说这个恐龙蛋复活不了，但是它的基因序列保持的非常完整，然后呢，就可以对吧？就可以把它孵化出来啊，比如说，对吧？你懂吧？啊，不知道是不是抄袭《生化危机6》？啊，其实这么打还是有危险啊，就感觉就你像昨天那个战士，最起码还真的简单一点，对不对？但战士玩的是无伤。昨天那个战士玩的是无伤，今天是矮人的一级啊，这一级斧子，我真是。恐龙会统治人类吗？个人感觉啊，这个你像这个灵长类的生物啊，它牛就牛在它有自己的这个文明，对吧？有自己的这个传承。比如说，大家伙知道这个农业，知道吧？对吧？因为这个人都是被时间所管理的嘛，对吧？比如说咱们的祖先啊，今天挨饿了，对吧？今天挨饿了，他记住这个挨饿的滋味了，对吧？他就会出去劳动，他就会出去打猎，就会对吧？弄果子吃。但是呢，他发现他冬天打猎特别难打，然后动物都猫冬了，然后呢也没有水果。那怎么办呢？那就饿死了。但是侥幸有一部分人他没有饿死，他发现了，那我夏天的时候我一定要对吧，给自己存一点粮食，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学习怎么种植这些野生的东西，怎么对吧驯化这些对吧家畜家禽，然后呢这个知识呢就被对吧自己研发出来的这个知识呢就慢慢传承下去了，对吧？自己的孩子我就会告诉你的，哎，这个怎么种这个地。对吧？怎么种大米？怎么种黄豆啊？对吧？你看这个怎么养鸡，怎么养鸭，怎么养大鹅，对吧？怎么养猪，是吧？牛羊的，这一下就对吧？这种知识不就传出来了吗？对吧？啊，包括打猎的知识啊，是吧？对吧？养殖的知识啊，还有对吧？这个驯化的这个知识，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呢，人慢慢就厉害了。那恐龙很显然好像是不太会这个套路吧？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这个游戏用盾牌挡啊，就是你拉住后，那你后方有人对你进行攻击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反过来砰挡一下啊。今天应该没有了，那个游戏的收视率还是蛮低的啊。我跟你说，飞行射击类型游戏的这个确实收视率低，就是唯一几个稍微高一点点的，比如说像大伙看的比较多的，也就是能高一点点，就是说什么《战国之刃2》啊，像什么《三个奇迹》那个，对吧？这种飞行片，也就是看起来眼熟啊，主要是你看起来好看，要不然就很难受了啊。是吧？这个咱当然咱就说这个意思啊，就刚才我讲的这些知识点，大家伙都记住了啊。这都是这样的。你看啊，现在的这些科学家，还有你看咱们现在说那些博士，对
对吧？这些博士，其实你会发现他是博士是怎么来的呢？他先是什么研究生、硕士，然后博士啊，对吧？然后教授什么的，你会发现啊，他，对吧？他在他这个领域当中，他先学到所学到的所有现在已有的大部分的知识，然后他在他这个尖端领域的某一个突出点上，对吧？他钻研出一个论文，他钻研出了一个可以证伪的一个科学观点，一个实验也好，还是一个设想也好，还是一个发明也好，他就在对吧？他就在这个尖端领域上走了那么0点几厘米。但是这种博士非常多，人类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圈儿，对吧？那对吧？每一年都有对吧？比如说诺贝尔啊，或者啥，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些博士，那么他在自己领域上突破的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个圆儿是不是突然就变大了一点点，对吧？他是在比如说他是在这个对吧哲学领域的，他是在这个对吧科学的、数学的，对吧？慢慢的这个圆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咱们人类所对吧接触到的知识也越来越广，然后呢科技也越来越发达，是不是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啊？对吧？没毛病吧？对吧？啊，爱因斯坦有知识大爆炸的这个时机啊，但是说这个意思啊。好。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量太多了，好在时间还剩40多秒啊。爱因斯坦的很多理论呢都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很多错误的。所谓的正确呢，它不有一个叫做对吧？有的时候啊，你像有的科学呢是偏严谨一点，对吧？虽然说你可以证伪，对吧？你也可以通过数学公式去证明，但是我们毕竟是没有见到。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真的，也不一定就是假的嘛，对吧？大家可能理解。好的，先打死一个，然后这给了一个草莓，看没看见？该写杀的时候要写杀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比如像那什么黑洞啊。还有什么之类的啊？虽然说呢，这个当时没有证实，后来呢，经过咱们后来很多的这个对吧，科学家去观测，啊，通过最新的仪器天文望远镜啊去观测，最后呢，把那个黑洞的那个照片给合成出来了啊，对吧？所以说你看，这确实是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这个对吧，很多新的这个发明啊，都是可以的。前一阵儿我记得那个咱们中国是可以把这个二氧化碳，对吧？可以通过二氧化碳。这个提取出来这个淀粉啊，我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假新闻啊，但后来发现啊，好像是真的啊，因为这个以前这个什么水变油的这个故事啊太多了啊，但是现在呢，我是严重怀疑不是吹牛逼吧啊，其实在科学理论上可以支持的，只不过就看看合不合适。就是说，你如果发了对吧？如果你用了太多的热能量。然后去把这个对吧，这个二氧化碳这个碳提取出来，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对吧？这个不合适啊，这就很难受了，对不对？就好比你把水里的这个氢和氧提取出来，然后呢消耗的能量远远比它要，对吧？这个对吧？这个因为能量之间的这个传递啊是有损耗的，大家伙懂吗？啊，就说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成本方面上，据说啊，据那个央视新闻啊，据央视新闻里说，真的是，就是合适，就什么意思？它有一个专有的一个比例啊，就比较合适。它合适在哪儿呢？就是说，如果我用我们的这个方式去转化的话，要比种植这个粮食可能还要合适。那这一下，它这个关于这个饥饿的这个。对吧？这方面就可以解决了啊，因为碳水化合物是人类对吧这个抗衡饥饿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伙懂吗？啊，不是最高分啊，这摊分哪能这么玩啊？摊分必须要魔法师摊，你可以看到它的攻击力啊，你看一下，它攻击力实在是太嘚儿了。好，
反正是他喷火我就防，他喷火我就防，我赖啊！他一选择喷火我就往后一拉，你看啊，他往后走，然后自动就回来防，你看。细心的朋友也应该发现了，到目前为止，他妈他一滴血都没费，我尼玛！你按不按着地上摩擦的，对吧？请这个事儿吧，咱们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谣言？你去搜一下。对吧？我想说的是，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某个科学家想要为了这个，对吧？为了那个筹款，还是为了对吧自己的研究，然后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新闻我是看见了啊，这个我没说这个一定是真的，因为科学是需要证伪的。有很多小伙伴啊，一听到这里说就觉得啊，什么是谣言？什么叫谣言？比如说，我说央视新闻里说的这个新闻，我看到了这个事儿，它不是谣言。但至于这个科学，它是真的是假的，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方向，还有思路，或者说这个科学家是不是把国家给骗了？至于这个问题，对不起，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分清什么是谣言，什么不是谣言啊，对吧？为什么武器是一？因为没有为什么。因为就不能不让你用武器的这个，对吧？这个高阶武器去打，否则不就简单了嘛，对吧？啊，你这个你看啊，有的人嘛就开始劲儿的啊，这个事儿呢，你不用问我这些有的没的，是吧？咱们不是说怎么样，有的科学是真的，它假不了，时间会印证一切，有对吧？有的事儿啊，就是这咱说新闻这个事儿，我是看见了，新闻这个事儿看到了呀，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说我没看到这新闻，我说有这个新闻，那这个事儿你可以说我，对吧？你又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对吧？你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请问，对吧？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说它是假的，是吧？啊，当然呢，就算它是真的是假的，跟我的命题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对吧？我说这个新闻，我是看到了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它就是我看到了，我说我看到了，至于它是真的是假的，那就要问一问，无论是世界顶尖的这个相关的科学家，还是说，对吧？还是说若干年以后，比如说10年或者15年以后啊，这个科学应用到了现实当中，对吧？应用到了现实当中，那就没法说了，当然呢，也有可能会说啊，这个当时审核这个新闻的，还有当时。对吧？这个项目的这个主办方，那可能是受到无论是法律的制裁还是怎么样啊，反正是这个意思。反正你咋都行，有的人信呐，就信则就信，不信就不信，对吧？因为毕竟我也没说一定是信的这个事儿，主要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是真的啊，因为我看到了，是不是？但是这个科学咱也不敢说，就包括《柳叶刀》上的这个，对吧？很多项目，它也无非就是通过所谓的大数据的收集，对吧？对吧？作为一个对吧科学栏目、自然科学栏目的这个杂志，对吧？它也是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对吧？去研究这个课题嘛，对吧？这个是需要证伪的。证伪是什么意思？你需要对吧？需要去证明这个东西是可行是不可行。你比如说爱因斯坦也有犯错的时候，对吧？爱因斯坦也有很多地方不对，牛顿他也有很多理论被后来所推翻。但是推翻归推翻，但是他当时的这个方向是没错的，只不过他的对吧脑洞和他的设想，由于当时对吧他那个年代可能不太够。好，可以看到啊，很多人问为什么时间那不够了，肯定打不死了呀？没问题，只要你在某一个阶段把它打成啊那块血，它只要原地一蹦，哎，这个时间就会增加，所以说时间是够的啊。就像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哎呀，我以后啊，我能躺着炕头能看电影就好了。”那我妈小的时候看电影都是那个，对吧？在露天啊，在露天找个那个什么放映机，那个放映机都是老式的放映机啊。这个放什么呢？放什么地道战呐、地雷战呐、南征北战啦，啊，看什么小兵张嘎啦什么之类的啊。咱就说我大概说是这个意思，一些黑白电影啊。
当时就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后来呢，有电视，现在你别说躺炕头看电影，对吧？你就是对吧？你就拿着手机都能看，对不对？可能未来都不用说可能，我估计再过个10年，啊，再过往多了说，可能是10年20年，对吧？那种虚拟幻境是吧？3D 投影就出来了。那你跟一个对吧60年代出生的这种人，对吧？你跟他说他敢信吗？他完全不敢信，但是他活到这个时代了。但是你跟一个20几年出生的人，他可能他就不敢信。就算他活到了100多岁，看到了现在的影像，他也接受不了，他也不会操作。反正总之来讲就是啊，人也老了啊。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啊，对吧？对，龙转身加时间，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打到某一个阶段，它才会转身啊。这里面谈不上什么5毛。我告诉你啊，我生活在这个中国，我不知道世界上比出生在中国幸福的人有哪些国家啊？因为呢，你又不是他，但是我出生在这个，对吧？这个来自于我们祖国领导之下。生活呢，我只能看到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虽然说现在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无论是对吧，无论说是这个对吧，这个各项指标，但是呢，我能看到的就是慢慢都变好了，至少比一些第三世界的这些对吧，比一些第三世界的这个出生的国家的人要幸福许多。当然，也许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元首和他们这个对吧掌权者，甚至是富商家的人可能生活的比我还好，但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已经很不错了。你说你现在你出生在叙利亚，对吧？你现在你出生在北朝鲜，当然咱也就是这么说啊，那可能还有不好的，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你像比如说啊，我在2019年的时候，哎，就参与了一个项目，叫什么？叫退税。我甚至不知道还有退税这个说法啊。好，再喷，这感觉打爪子也能费血啊，对不对？那比什么呀？说白了啊，你说你比出身，比如说人家是当官的孩子，人家是富二代什么的，那又不是人家的错啊，是吧？大家伙得想清楚啊，这个咱往玩笑话说，你那是投胎学。对吧？咱可能没投胎好，但是呢，这个事儿就这样的，人家父母对吧？这个是传承下来了也好，传承的财富也好，还是努力了也好，对吧？那也是人家的命运。但是至于有的人，也许可能他之后还没有咱们好，可能他是吧，还有很多不幸的下场，是不是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好，还剩这2滴血，真不好打呀啊，对不对啊？还剩最后1滴血，哎，一转过来又加来，又到了，你看79秒，将近80秒，你这玩意儿太赖了啊！退税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的收入啊，确实要到了该交税的时候，那么呢，你有几项福利啊是可以给你退税的，比如说赡养老人，比如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赡养老人啊，这可以退一个老人是1万块钱啊，对吧？赡养老人。然后呢，还有就是子女教育和继续教育，比如说现在你是虽然说你成年了，你30多岁了，但是我想上学，我想继续学知识来丰富我未来的，对吧？你这个也可以啊。子女教育也是，比如说你孩子想要上学，你也可以申报一下，对吧？你可以申报的。还有就是大病医疗，还有就是房贷和这个房租。比如说你现在啊，就是你是租房子的，你现在在租房子，你就可以在个税 APP 里或者去税务局啊，你说你看我现在赡养老人，我现在自己也学习啊，对吧？然后我现在子女教育，对吧？我再加上我大病医疗，我再加上我啊等等。好，可以看到啊，289万。这打到最后一关啊，你打到最后一关就180多万变成280多万，最后一关光砍龙砍了100万，你想想啊，多变态啊！
不多说了，最后龙王死了，一堆宝啊，一堆那个宝物。1级来自于我们右边的这个英文字母大神啊 ，CREAMY 啊，这个 SIYOU。那在这里也是感谢大家伙儿陪伴我狼1个小时左右的游戏时间，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感谢大伙儿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